介石故居啊，山脉这底下这个云雾缭绕。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蒋介石故居啊，这里已经被评成了5A 风景区了。武山庙，进来就是一个庙，武山庙啊，看看。OK。气源，气，休息，心理休息，小院子，身心休息，舒坦。武陵，参天大树，哇，这是在跳舞吗？这个是蒋介石亲自题写的“武陵”2个字。这个早上很早，8点左右，他那边开始。那现在都没什么人，好像有人在跳舞啊。这里就是蒋介石的故居啊。啊，乐亭春晓，乐亭记，哇，好嘈杂的声音啊！似乎没有扰民的问题吗？这没有扰民的问题吗？好吵。好吵，和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果然鸟鸣蝉噪的那个知了，哇啦哇啦哇啦，大家都懂的那个知了，这个声音果然更配。哇，这是一个水塔。哎，这个水塔就是这是一根管子，水塔这里有根管子，这个就是蒋介石蒋公。为他的那个太太造的嘛，那个饮水机，哎呀，这100年前了嘛，是不是有100年了？造了一个过滤的。往这个前面走，这是文昌阁，年代其实不算久，在历史里面，这跟昨天一模一样，年代一点都不久。很多事情就犹如昨天啊，一夜翻过。你看，大家看这个，哇，这里的风景绝了，这里的风景绝了。这条叫什么煞溪啊？应该是叫这个称呼的煞溪。哇，今天这个天气非常赞啊，云雾缭绕的，应该叫煞溪。大不大？大江大水，大河出大人物，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从葛家村啊那边小小的一条，然后再到了他老婆毛福林，是吧？那个溪稍微大一点，再到这条，大家看到没有？大不大？煞溪。他故居分号房在那一带，这个溪很大吧？大溪大能量，哇！这座桥很有感觉，啊。江南就是充满这样的诗情画意。溪口，哇，这里红色的2个字溪口，大家能看到吗？溪口，名字也很好听啊。溪的话，比起大江大海小，对吧？很多人说小溪，但是这个够大，因为这里要出大人物。一个口为上，对吧？上层人物，顶好的上层人物。
哇，真大呀！这应该到了小洋楼了吧？这一块，这个风水是极好的。你看正面这个溪，这个是大，这个是哇，青山绿水的。你看，还有云雾缭绕，这个溪水这样过来到这里，这个水啊，滚滚的能量，水载的能量，对吧？乘风乘水而行啊，滚滚的能量，然后刚好到了这个口，一股一股的接入，这风水是极好之地啊。所以这是文昌阁啊，历史上非常有名啊。这文昌阁，我们先进去，然后文昌阁里面就是小洋楼，就是蒋经国的他们一家人来了之后，他的老婆芬娜、蒋方良住的地方，小洋楼啊。前面两区去了蒋介石的外婆家，蒋经国的外婆家，岩头古镇。今天就是蒋介石的故居了。那么37年，蒋经国他大概在苏联生活了12年左右，他带着他的老婆芬娜和他的孩子蒋孝文回到了中国。那么回到中国后，芬娜就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蒋方良。他们从苏联回来以后，回到这个奉化以后，就曾经住在我现在要去的小洋房，滚滚的从这头流过来啊。哇，这个房子怎么样？很爽。首先我看到的感觉，第一感觉就很爽。这就是1937年蒋经国回来以后带的一家老小啊，回来以后住的地方。据说他这个老婆常常喜欢俄罗斯人呢，常常喜欢在这河里面游泳。然后当时的人们，你知道的，咱们就是很含蓄，对吧？咱们这个民族很含蓄。然后惊呼不已，对吧？穿着比基尼的人，大家都惊呼不已了。哎呀，总感觉我们这个以前春秋战国时代，我们是非常豪放的，说出来大家都惊掉眼睛，真的惊掉下巴，可以说那个思想大家可以去翻一下这些古迹，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去翻翻古迹，真的很多东西你这各种玩法，大家都懂的各种玩法，我这里不多说啊。后来我感觉是我倒着走的，哇，这感觉是非常的爽，神清气爽。我站在这里，我就感觉到神清气爽。哎，这个树也很爽，迎客松，黄山有迎客松，这不比迎客松爽多了？迎客松那玩意儿，我总感觉迎客松那东西人工的，加了添加剂的感觉。这个你看多自然啊，多粗壮啊！哎，这里是什么？小门，这里就不进去了。哇，这种感觉你看，有点西式的那种中西结合的啊，所有的优点、好的东西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多好啊！你看，这个就是小洋楼，小小的一幢够了，不必太大，聚气。哇，这底下也有一层啊！好家伙，这个，这个以血洗血，哇，这个就是他母亲当年被日本炸了之后，蒋经国从远处赶来，咬破手指写下了这个血书。当然，这块碑是复制的，以血洗血。留苏时期的蒋经国，潇洒公子啊！这是他老婆芬娜。哎，这面相怎么有点像那位啊？帅气公子哥啊，这样就出去了。小洋房1930年建成的，不是37年吗？37年蒋经国回国啊，陕西小筑寒灾，
哇，这个名字很有中国的范儿，韩斋，又委婉又有感觉。它位于文昌阁东侧，负山面西，后有山，前有溪，后有靠山，前有水。西是三开房平顶楼房，37年4月啊，回来了。房子建成，成了他们一家的住所啊。哦，这里读中文就是读那个阳明先生啊。阳明先生离我们这里不远，我家慈溪过去1-2个小时到了阳明先生。大家可以关注上，到时候我去阳明先生的故居看看。其实以前去过几次，并撰写旅日报告。以后杨金国一家还还乡也在想。对啊，这个房子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位置却是极好的，然后很舒服。中正题，这1楼都是一些历史的一些文件。我上去，从这里上去。哎，这个格局真的是跟我，这关了门了吗？这格局真的是跟我以前去的那些楼都不一样啊！这里关的。哇，这房子就很有民国的范儿。武林学校在那个葛家村那边也有分校。大家可以关注我前面的视频，葛家村那边有它的一个分校。哇，这个窗户很好看啊，很有味道。从窗户外面看进来，这是浴缸吗？100年前的浴缸。哇，还有小便池，这都是原件吗？这应该是卧室了。你看古人的床3面不敞开，只有1面敞开。现在的床全部都敞开。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那种风水上说，敞开1面，对啊，就是原配一个，4面敞开，桃色比较多。当然了，大家可以作为一种参考。蒋经国夫妇卧室啊，儿子艾伦啊，艾伦孝文，这名字都很好听。你看，忠孝、孝文、文化，这名字都取得很有寓意啊。方良，你看，端正，哇，这个桌子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桌子上面一块叫太浮石，我记得。我奶奶家也有一张很大的，比这张大的多了，可是卖掉了，好像是卖掉了。这个根据我爸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张椅子上可以睡觉，在这张桌子上很大一块，我家那边夏天的时候凉爽的不得了啊。只有2个灯光闪动着，跳动的不停啊。书房，这就是书房啊，这是书柜，这书柜多有味道啊！这个电话，这里写的他的研读王阳明全集、孟子、曹文正公家书。我在苏联的日子，他写了我在苏联的日子。我想这对后期他对苏联的了解透彻有绝对的关系。中年时期、老年时期，这是后门吗？又绕到前面来了。上面是精美的雕刻。好，我们往回走。文昌阁其实并不是民国时期才出现，它始建于清雍正9年，也就是1731年。
最初是溪口文人聚会和祭拜文昌帝君的地方，因此叫做奎阁。到了20世纪初，建筑已经比较破败。1920年，蒋介石回乡扫墓时出资重建，工程在第2年完成。他还写过《武林乐亭记》，把重建后的建筑称为乐亭，希望它能够成为乡民游戏的空间。那么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以后，文昌阁逐渐成为两人回溪口时暂住的别墅和私人藏书楼。楼下主要用于会客，楼上则是蒋宋夫妇生活的空间。文昌阁所在的位置很特别，它位于潭墩山上，下面是武陵潭，也叫碧潭。清代溪口十景中有奎阁凌霄和碧潭观鱼，这与这一带都有关。这就是起居室。这个床是6条吗？6条腿，据说是跟蒋介石的一个梦有关系。他梦到了一个乌龟还是什么的。他们常常在这个卧室里面放小提琴独奏曲，优雅，再弄点红酒喝喝，然后再看着窗外的这些场景，特别优雅。是木头地板吗？啊，留声机放在1楼了。再放点轻音乐，优雅。小孩子，小布丁。随便抢。孩子走，往这边走，这边。绵延不绝，总是绵延不绝。陕西千层饼，哎呀，这个饼很好吃啊！大家来这里的话，一定要买来吃。但是我推荐那个叫岩头古村那边的正宗好吃，这里都商业化，比较硬，没有我那边的酥软。马头墙，江浙的古镇。这家店买了一个这个饼，10块钱3个，不知道味道如何，试一下，应该很酥软吧。我靠，一点都不酥软，还有点硬。果然，风景景点那些景区里面的东西都不咋地，连这个饼都做的不咋地。所以大家要吃到正宗的东西，一定要研究一下。往往好东西都在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不怎么起色。忠孝传家，这老头在指导，在指导如何逃票了。连那个小伙房走，哇，溪口这里，连那个小伙房这样走过来，首先到来的，哦，对，是一家饼店。我吃了一个巨硬无比的，好硬，真的啊，不推荐。那么这里是对称的，你看这个房子
你看这个祠堂啊，这蒋氏祠堂，这里的房左边右边2栋对称的，中正嘛。中国古人最讲究这个了，做人方方正正啊，这个住外和内都是一体的啊，所以说造房子什么都是弄得比较对称的。那么这个是当时蒋介石扩建那个分号房的时候，他们外面放一些那些牌位啊什么的，先迁出来，这里放了一放，这里有介绍。为安放三房堂前迁出的先祖神位而造的三房祠堂，就叫做忠孝传家。你看蒋介石这个写的忠孝传家，忠正体制。中国人对这个祖先啊，那时候完完全全特别恭敬的，所以中国人有祠堂，对吧？所以有一些供奉先祖啊、供奉英雄人物啊一些祠堂。那就让我们很有一种亲切感。进来，大屏风挡住了，让那个气啊不至于直接的对流。哎，这里都是空白的地方吗？哇，蒋氏宗祠，苍劲有力，这4个字。你看，一般这种祠堂啊、宫庙啊之类的。有戏台，这戏台就是唱戏啊，每逢那群特殊的日子，祭祀啊什么唱戏，唱戏给谁呢？给先祖、给神明听。对啊，我们中国其实之前的话啊，就这个文化，并不是说那么的封闭，封闭都是后来形成的，以前是非常 open 的。你看，娱乐活动必须做足，非但这个现代要那个先祖也要做足这个娱乐活动。江浙一带有很多这种结构，你看，我总是想到了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在这个四合院的2层楼，窗户往外看，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整个空间里面充斥着旧木头的那种气息和那种发霉的有些书的一些气息，时不时的空中还传来咿咿呀呀的一些越剧的唱戏声音，还有炉子里面那些烟火的那种气息混杂在一起。这就是我小时候，应该说是江浙一带应该是共通的那种氛围。小小的窗户，虽然小，但特别雅致，很有格调。哇，我就钻出去，我钻出去了。你看，小弄堂。就信仰祖宗，祖宗怎么样？帮自己人呗。你这里做一些活动，传输能量下去，下面得到了利益，同样庇护上面的人，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就是我们祖宗文化。我讲的比较透彻一点，我讲比较露骨一点，就是这个样子。对啊，曾经有个人就是说，为什么我生活这么不好啊？那后来有一个大声说，你的祖宗都说了，我都过得不好，能让你好，哇，这有点恐怖的感觉。